所以说我们又问，所以是这个东方他们结合生物 DNA 结合易经获益了阴阳放电的原理，那就解释清楚了。那么我们又问西方的科学家说，你观察 A 跟 T 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光？他说没有，我们的这个显微镜，他是用显微镜看的，不是理论推测的，只看到透明的氢键，没有看到光。我们当时不理解为什么看不到光。我们可以透视，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细胞，它的这个细胞核里的链条拉出来，在虚空中展现，通过特异功能展现了以后可以放在整个大虚空中看，你就可以放大很多倍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好的连接的好的亮亮的，中间的像一条银河一样亮亮的，这是这些点都是光组成的。但是他们居然看不到光，所以我们就问他为什么看不到光。他说显微镜下就是没有光。当时我们没有理解，后来2013年科学家才公布了我们宇宙间可测的物质，就是显微镜、电子显微镜、放大镜，这个能够看到的东西只占我们生活空间、宇宙空间的4%，有96%是根本看不到的。换句话说，我们被科学欺骗了整整100年。东方人，你们太可悲，被科学整整骗了100年。这100年，你们一直强调科学观，眼见为实。你要有鬼，你抓一个给我看看；你要有鬼，你用电视给我放出来，用录影机给我放出来，我就信。你信不信？该鬼什么事儿啊？对不对？你信他也在，你不信他也在。你信你懂得跟他打交道，你不信你不懂得跟他打交道。你以为你不信他就不存在？我从中国移民来之前，我在中国驾车是靠右边行驶的。到你们新加坡来以后，我不相信你们靠左行驶，我一定靠右行驶，可以吗？不可以 ，out 出去，你不要在新加坡，对不对？隐态世界有隐态的规律，显态世界有显态的规律。显态世界是物质界，肉眼可见、仪器可测，叫显态，因为它可以显现嘛，叫显态。仪器不可测，肉眼不可见，在古代的时候，明明就叫隐态世界，显态叫阳世间，隐态叫阴世间。一阴一阳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是科学观告诉我们，我们是由显隐2个世界组成的。你今天还要看吗？要看，不要看跟张老师学什么东西，但是你要跟科学家学自然科学法，用仪器去看，你慢慢等吧，因为他们才开始研究。不知道100年后、200年后是否真的能看到，但是我们怎么去看？刚才说你的身体就可以告诉你啊，还有你的心灵就可以看出来啊。你看到一个人慌里慌张的，你就知道他内心慌张。你从他的神色不安看出他内心的慌张，怎么来的？心灵告诉你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个人贼眉鼠眼的，你就知道他不是好人，凭什么你知道？心灵告诉你的。所以你有2个很好的工具，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心灵。但是很多人只重视身体，实际身体你也不重视，现在身体的感受你也不重视，觉受也不重视这个你们经常冬天去中国北方这个出差很多人回来就感冒。凭什么就感冒？你的身体没有告诉你冷吗？是不是你忽略了？你以为你在新加坡呢，结果还有朋友去这个大冬天零下10度，穿着这个什么短袖衫，这个穿着拖鞋下飞机的，那你不是完全是没有觉知？你还觉得你觉得天底下都是新加坡这个温度了，那不把你冻死就怪了所以没有觉知。身体的觉知很重要，心灵的觉知更重要。
一个人在你面前走过，你就知道他要不要打你，对不对？他那个抡着拳头，你也知道他什么时间要打你，对不对？他是想打你，他还是真的马上就要打你，你知道，因为你心灵告诉你的。他的脑子里发出的信号，你被你捕捉到，你心灵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你忽略了心灵的觉受跟身体的觉受，你完全要靠别人告诉你，拳头都砸到你脑袋上，你还问他你是不是要打我，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笨嘛，人家都打到你脑袋上，还问人你是不是要打我，你那个觉知哪里去了？你不赶紧跑，打不过人家不赶紧跑，还要挨一拳。所以说我们的心灵的觉知是上帝给我们的本领，是我们的天生的功能，你要去懂。我们还是回到 DNA 吧。所以是 DNA 这个光它看不见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它是纯粹的隐态世界的生命光。你们身上的光能不能找个仪器测一下？说年轻人有多少度的光，中年人有多少度的光，老年人有多少度的光，能不能测？没有办法测。能不能看出来？我的妈，连这个本事都没有。出去老年人也不知道他老了，年轻人也不知道年轻，baby 也不知道 baby 啊！你们什么人啊？外星来的吗？你们连这个本事都没有了。他说人厉害不厉害？超级厉害！我跟你讲，一个人有没有病，一脸的菜色，一脸的病色，马上看出来了。说你赶紧看医生，都这样了，谁告诉你？你都不是医生，你凭什么知道他生病？你知道。说你忽略了你是个真主，你忽略了你的那个灵，那个心灵的力量，是要学习方法激活心灵的力量，准确捕捉外在通过一些信号传递到你心灵上的信号，你就是一个高级智商者。这是真正的大科学家、大商人，没一个是靠拿这个算盘珠子算出来的。科学家也没有凭你的大脑逻辑思维去讲出来的，他都是什么？他都是灵感一现，脑门一拍干了，就这样的，肯定厉害。所以是要跟我学功夫，学会着去使用一种功夫，你的松果体，激活松果体，使它放光，然后松果体亮了，你的心灵就亮了，你的心就明了，眼就亮了，叫心明眼亮。你的心灵之光就透出来了。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东西不是你这个什么在眼前的东西，在眼前的东西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甚至很远的东西你都可以觉知到。你们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孩子在澳洲，你在新加坡，结果你突然觉得不对劲，你再跟孩子一通电话，他感冒了，凭什么你觉得不对劲？妈妈在这心里不舒服，凭什么就觉知了？ DNA 的共振，距离多远？千里、万里、10万里，多少甚至到外太空都可以感应，这叫量子纠缠。今天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是因为他身上有你的 DNA， 你身上有他的 DNA， 然后他不舒服，他通过 DNA 的波的传导，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的传导到你身上了，说被你捕捉到了。这是什么？这是先知，你没打电话你就知道他有问题了。我那个时候在甘肃兰州上大学，我们这个半年才能回去，那个时候没有电话，那跟家里也没有办法沟通，偶尔就发封电报。但是有的时候我这个还没有这个发电报，我妈就跟我爸讲了，说你儿子要回来了，说大概是后天什么时间应该能到家。我爸说他没来电报啊。我妈说真的，你准备准备哈，买点好吃的，这个上学比较辛苦，买点好吃。那一天因为没有冰箱，我们那个时候大陆没有冰箱，不像你们有福啊。我80几年家里还没有冰箱上大学，然后老爸这就听话去买了，真的傍晚回家了，回家了。怎么知道？妈妈怎么知道？心电感应。其实你们有没有做先知的这个禀赋？有啊。你有没有去开发的？没有啊，很可惜啊。
那这是什么？这不叫特异功能，这是你的生命本能，根本你就是应该有的这个功能。为什么我们失去了？因为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不在这个地方，你们整天的就是在钱啊名啊这些琐事上面被他绊住了，说你的觉知灵明觉知被你什么遮蔽了，被这些琐事给你缠住了以后，你没有办法去觉知那个更重要的东西啊，你没有办法去跟空间界空性自然界的空性成为一体。能够成为一体的时候，你就有这个觉知力，你就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事情会向什么地方发展，那个就叫观，静观的功能，就是观照的功能啊，就像在镜子里看东西一样。这是一个埃及神鹰，这是来自埃及的文化啊。这个镜子很多人不懂，他为什么用这个？估计是说又当工艺品，又能够梳头，又能够给你们化妆用。实际不是，它的秘密在后面啊，也就是后面它完全告诉你一个方法，去激活自己的松果体，使自己的这个像镜子一样的，在佛法里面叫大圆镜智展现出来，可以照见天地万物，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所有的东西瞬间在你的心中可以涌现出来。这就是一个法宝，一个功夫，它要通过练你的体内的东西，然后把它练出来。